Hello， 欢迎来到苹果爹的频道。那现在 iOS 14推出来，那先前我有一支影片，就是专门介绍它有什么改变。那其实最主要就在它整个桌面的小工具啊，还有它的 App 排列方式，还有使用的逻辑，都跟先前的 iOS 大大的不相同。其实到现在你应该也看过蛮多人就是分享一些自己设定的桌面风格。那有一些真的设定的非常好，那有一些其实惨不忍睹啊。那当然也可以看到很多人非常有创意的一部分哦。那像在这边也可以看到有人用 Windows 这种怀旧的方式。那我自己的话，我会觉得 Windows 还不够丑嘛？为什么要用 Windows？ 那再来有 Minecraft， 这个也蛮有趣的。那星际大战这个可能比较窄，可是我个人还蛮喜欢的。OK， 那这个可能就是比较少女风啦，放一些他喜欢的男孩子啊、男星在上面，因为可以自己设定这种风格，那也没有一个限制，所以大家可能会五花八门的方式啊，掺入一些自己喜欢的照片。那如果你是美感啊什么非常好的人的话，那可能很容易可以组合得很漂亮，像苹果妹的影片有做的那种方式。那如果你是像我这样的话，比较难去组合很多很杂乱的照片，想要走一种比较极简的风格，可是又很好看的话，那今天这支影片就可以教你怎么用最简单的方式，基本上照我的方式做，应该就不太会出错。好，那这边你看到就是我昨天大概花了不到1个小时就可以做出来的这个桌面后，那我会介绍跟你讲需要什么 App， 然后整个流程是怎么样可以制作出一模一样的方式。那如果你要换颜色啊什么，其实都可以照我的流程做，都没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讲所有需要的 App。第一个就是你内建的捷径，那其他的 App 都要你来自己去 download， 然后他们全部都是免费的。那里面可能会有付费的版本，可是我介绍的方式你基本上都不用使用到它付费的版本。那这边有 Colorful Widget， 然后 Canva， 然后 Widget Redo、Color Widgets， 然后这个很红的 Widgetsmith， 然后还有 Egypt。OK， 然后先去把这几个 App download 好。OK， 在这边等你。OK， 好了吗？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介绍怎么制作这一些桌面的流程吧。那第一个就是先要做的就是桌面。那其实桌面有很多种方式可以下载，你可以上网去找你喜欢的图片啊，或是你有自己准备好的家人的图片或照片。那如果你希望像我用这种方式，很简单、很极简，然后你也希望这些 App 的图示看起来就是好像透明化，不会有旁边那个方形的框框的话，那我建议就是选单色系的这种桌面，那这样制作起来会比较方便一点。我自己找的方式，我就上网找，然后我是去 Unsplash。那你可以自己上网搜寻你要的图片，像如果你要蓝色的话，你就可以搜寻 blue， 然后 tabletop， 或是 blue background， 或是 green background。OK， 好，那当你找到你想要的一些色系的搭配，还有桌布的时候，那第一就是要先到这个 App 里面，叫做 Egypt。那这个是可以帮你做好你要的封面，那会帮你需要的这些工具列都把它切割好。那这一点为什么很重要呢？等一下我在介绍的时候你就会知道。制作的方式，你就是点进去选制作，然后选一个你要用的桌布的颜色。那如果你想要你的桌布是有一些其他的画面blend 到里面去的话，你也可以把它这样掺进来。这个 App 的方式就是它会帮你这些工具列都切割好。那等一下就可以展示给你看，为什么这样做还蛮重要的。OK， 那我就先这样做一个蓝的，那这样它就会帮你的桌布把它保存好。那再来就是到你的照片里面去设定你的桌布作为背景图片。好，这边把缩放关掉，然后把它缩起来，然后设定主画面。OK， 这样就好了。好，那下一步的话就是 App 的图示制作。那这边你可以在手机上用的话，就是用 Canva 这个 App， 简单的介绍一下。OK， 苹果妹上次有一支影片有讲，你就选择标志这边选择空白。底部的照片的话，你就可以选择相机胶卷，就是我们刚刚的桌布。如果是单色系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填满就好。可是如果你的桌布是有一点条纹啊或是材质的话，那你就把它放大成你想要跟背景搭配起来的一个大小。OK， 那再来就是加 App 的图示，这边按个加号，然后可以选择元素，然后这边就可以自己搜寻。像我这边已经有搜寻好的 Instagram 啊 Facebook， 那你也可以再找一下电话，那它就有电话的图示，你就可以点进去。那这边你看它是绿色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没有关系，这个颜色点下可以调。那你就先把它置中。然后在这边点颜色的地方，可以把它改成白色啊，或是你可以自己选成黑色什么等等。OK， 那像我喜欢白色，我就用白色，基本上就好了。那你就选择右上角这边有一个下载的图示，下载完之后就会存到你的相簿里面。那同样的方式你要做蛮多次的，就是所有你想要使用的 App， 你都做一个图示。那可是刚有提到，就是说 iOS 14的它的桌面这个使用的风格不太一样。
你基本上没有必要保留所有的 App 在你的桌面上面。那既然你不需要保留所有 App 在你的桌面上的话，那你可以很简易的，就是只有一个页面或是2个页面保留所有你最常使用的 App， 然后再搭配一些小工具。那这样第一方面的话，使用起来非常简单，然后也不会太复杂。那第二的话，你也不用做太多 App 的图示。那刚刚那些图示做好之后，那再来第2个步骤就是要到捷径里面去把这一些图示设定成你要用的 App。那这个制作方法有几个不一样的，你可以用捷径的 App， 或是其实 App Store 有一些其他的小工具可以帮忙。那我使用下来，我觉得捷径还是算是最好用的。然后基本上它虽然多一个步骤，可是它在图示裁切的时候算是非常精准、非常好看。所以我建议还是直接用捷径就好，而且也是免费的。那点进捷径里面，右上角有个加号，然后加入动作这边，然后这边选工序指令，然后到这边你就选打开 App。那这样在打开的选择部分，你就选择你要打开的 App 电话。那再来这边右上角有个3个点，你点进去之后，你可以选加入主画面。然后在下面有个新捷径这边，那我个人的话是不希望上面有任何字了，我的桌面就非常简单，不要有任何解释这个 app 什么，我觉得图示就很清楚了，我就把它删掉。左边这个图示这边点一下，然后再来选择照片这边，你可以选择刚刚制作好的图示，然后这样再选择加入。那捷径名称，你为了事后制作方便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打进去，点画完成，然后你再点完成的话，那这样就制作好一个捷径了。OK， 那这个步骤要看清楚，因为你同样的步骤，你需要帮你所有想要放在桌面上的 App 都制作一次。那这样就会看到，这个 App 出来了。因为我选择跟背景一模一样的图片，所以它看起来就像是只有这个白色的图示在那边，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样子。好，那这样制作好之后，再就是小工具的部分。然后小工具的地方就是看你要怎么搭配，然后你可以选择不一样的 App， 然后自己进行搭配。那我这边就简单介绍几个我喜欢用的 ，OK？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 Widgetsmith， 这个非常红嘛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都在讨论。那这个你点进来之后，它就有几个不同的尺寸可以让你自己去加，你就可以自己去选择，看要怎么去改变它的设计。那免费版的会有一些功能被锁起来了，可是我觉得基本上还够用。点进去的时候，如果这个是你要选择的工具的话，你可以去改变它背景的颜色啊、字的颜色啊，或者是字体的排列、字体的方式。好，那当你选择好之后，你要怎么把它加入你的桌面？那这个方式就是按着桌面任何一个角落不要放，我觉得这是最快。然后右上角有一个加号，选上去找到你刚刚使用的 App， 像 Widgetsmith， 然后你可以选择你要加入小的、中的还是大的。那我们选择小的。那现在这边显示出来可能并不是你刚刚设计出来的，因为里面有几个选项，那你可以再点一下，点进去你就看到我刚设计的是2号，然后这样就会变成刚刚设计的那个图示就会出来。那一样的方式到小、中、大都可以用。好，那下一个 App 我们来讲的就是 Egypt。那这个 App 的功能非常直接，它基本上就是帮你制作你的桌面。那为什么我觉得很重要？这边来给你看一下。那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个桌面 ，OK， 那这个桌面所使用的就是我旁边有切一块小图示出来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我先把桌面换成这个，然后你可以看现在这边的图示。那我这个小工具有挡掉一个背后的桌面，我们可以把它换成 Egypt， 然后现在看起来还是这个蓝色的一块嘛，因为不是我刚刚选的。我点进来编辑 Egypt， 那我可以选择这是下面左边的那一块。然后你看，现在这个看起来就会好像我这一块是刻意隔出来的。其实 iOS 虽然可以让你自己设定桌面，可是它没有办法让你自由的去运用中间的空间。那像我这样就可以把左边这一块把它挤出来，那这样就蛮方便。然后整个桌面的图示摆起来也是蛮漂亮的。那上面的部分你也可以把它用成这样子。OK， 那这个就可以让你自己去玩了，看你的桌面、你的桌布是什么样子，你可以自己去另外去裁剪。好，那下一个要介绍的 App 就是 Color Widgets。那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多做法，它也有非常多自己的设定。那你点进去之后，你就可以按加号，然后就有一个新的设计出来，然后你就点进去。然后就可以去改变它的设计、它的颜色等等，或者是你想用自己的照片，然后字体再改一下，然后 replace 刚刚 set as new widget 这个，那这样就有一个新的出来。然后你要加它的时候一样，到右上边这边加号 color widget 这边加一个长的，选择刚刚的5号。OK， 那这样就做好了。那你可以自己去玩它里面的设计。你想要直接单纯单色系的啊，或是加上自己的照片，像是我这边黄色的这边一样，你也可以这样做。好，那下一个就是 Widget Redo。那这个比较不一样的就是说，它可以在一个区块里面可以切成不同的小块。OK， 那免费的版本你自己可以制定的就是只有一个。在这边看到，我就把它切成3块。那如果你选择上面的制作的话，
你可以看到，你可以自己把它切成不一样的区块。那现在里面可以选择的功能还算蛮有限的，可是我觉得在一些颜色搭配制作上，这个还是算蛮好用的。那制作完之后这样就好，然后那我就把它改个名字，说自定。那这个就变成自定，然后你所制作出来的就会像我这边所显现的一样。OK， 那我这个本来是搭配黄色的桌布啦，所以你可以看看它看起来大概是什么样子。好，那下一个叫做 Colorful Widget， 那这个它所给你的自定功能还算非常少，而且这个又是免费版本的。那可是它所提供的功能组合，个人算还蛮喜欢的，所以你可以参考一下。那这个你打开之后，它就会有几个风格可以给你选择。那左右滑动的话，还有不一样的组合。那像我很喜欢它时钟的风格 ，OK， 所以我就都把它加进去。当你选择完你喜欢的风格之后，你就按下下面的 Set。那这边有跟你讲，它会自动帮你下载它里面所搭配的桌布。那你可以到这边去设定，那你就选择 Colorful Widget， 然后你就可以选择不一样的尺寸，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刚刚 set 好的。Okay， 那如果你想要照片啊，或是你想要一个简单的一段话，你就选择加入，那这样就加进去了。那我喜欢这个 app， 因为我觉得它的风格跟我现在选择的颜色，不管是鹅黄色啊，或者是天蓝色，我觉得都非常搭配。所以就是看你自己喜欢什么，你可以去找不一样的 app 来搭配。那这边还有另外一个要提醒大家的，就是就算你用哪一个专门使用 widget 的 app， 你还是可以使用堆叠方式加入其他你想要加入的 app。那如果你平常想要保持风格的时候，你可以用你设定好这个风格的 app。那你在加入堆叠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加入一些你觉得自己比较实用、会常用到的东西，像可能 Google Search 啊，或是天气、气候等等。所以同时间你可以保持着风格，可是也不会失去它的实用性。所以我制作的方式大致上就是这样子。那如果你喜欢我做的风格的话，那也欢迎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。那如果你们想要下载我自己制作的图示的话，那也跟我讲。如果有真的很多人留言跟我讲想要的话，那我再开一个云端硬碟或是云端分享的方式分享给大家咯。如果我制作的封面可能太简单或者太男性的话，那你也可以去参考苹果妹的影片，她会制作一些比较粉色系啊、比较女性的一些封面，然后她也会分享怎么去把 dark 的框框隐藏起来的方式，所以也可以去看她的影片。好啦，那如果喜欢这类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，然后按下小铃铛、按赞、分享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喽，拜。